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火锅汤底的事实哦，因为今年稍微比较有趣一点，比较晚冷，但没有关系哦。吃火锅嘞不会影响到天气，应该说天气并不会影响到你吃火锅的心情。夏天都在吃，麻辣锅也在吃了，对不对？这什么味道？一直闻到瓦斯味。韩式血浓汤，哦，是那个牛肉锅底的、哦，胡同出的、哦。我那先喝个汤试试看。有这种事？捞半天没有？哦，有隐约好像有一个像在捞金鱼一样跑掉。哦，有像这个锅底，其实在韩国它有很常会拿来，比如说煮面啊，对不对？或者它的那个韩国的类似像冬粉那个，很常会弄这个锅底，但是牛肉的，对不对？这比较头痛的是，就是你如果不是吃牛肉的人，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吃这个哦。但如果是你喜欢吃牛肉的，这个是可以。但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台湾卖的锅底都稍微少了一点？你说量，对不对？它是小家庭也太少了吧，对不对？这可能要是买2包，对不对？他之前说还可以再加400cc的水啦。我没有加水，我们有加400cc的水吗？有加水，有加进去哦。是你觉得水可以少一点？可以啊。它现在算是刚好，因为肉涮起来也好，还蛮好吃的哦。蛮好吃的。因为它的汤够浓，然后甚至你这样涮肉下去，你也不太需要再多额外的酱，汤底味道够，再让肉的味道或菜的味道。但这个汤底我觉得涮肉会很好哦，但菜的话可能会稍微偏淡哦。那除了吃火锅，你觉得它可以做什么？我想汤底很方便，它是常温的嘛。对，常温。这个常温的汤底呢，你不妨要进入寒冬的时候，你可以买个你自己喜欢的几个汤底放在家里面。汤底不是说这个哦，比如说这个是牛肉汤底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有麻辣锅，把它放在一起，麻辣锅的味道会降下来一点。但牛肉因为它是牛肉汤嘛，麻辣锅很多是用牛油的，所以它一碰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它就没有那么辣，但是它的汤就很足。或者是你有时候吃麻辣锅，我们会加汤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麻辣锅你去外面卖都是直接加茶啦，或者加水，但你这个你可以，他刚刚是说稀释到400cc 的水进去，你可以稀释到800都可以。把它你在麻辣锅吃的时候，你开始先不用加，只是每次烧到快没有的时候再补汤，可以用这个，因为它的牛肉味道很足啊。当高汤来。对，那你当然拿来煮面很方便啊，有没有？像我们常去吃那个清炖牛肉面，就有点类似像那一路。但只是说，你如果说你要拿来当这个面的底的话，你可能味道还要再浓一点点。这个你看，它的汤的颜色是清爽，然后白色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只是水煮青菜而已。偏淡啊，但也还可以啊。我们去那个哪个叫九州，对不对？还是福冈？还有一个吃法，福冈就在九州。可不是吗？不是啊，你在讲，我等于没讲。对，就是福冈，就是九州。他怎么吃呢？他把这个放进去，然后放一块肉进去，你记得吗？那叫什么锅？讲不出来吧？什么鸡什么？熊习锅。对，我都还记得。把它放进去，对不对？然后上面他就把肉放在这边，放在菜上面，他是这样吃的。然后它的肉呢，就会因为菜呢慢慢软，它就往下沉，下去了，有没有？它下去了之后，你就看肉熟了之后夹起来。但日本它会放什么？它会放一点柴鱼酱，有一点烹制，
碰就是一种醋，对不对？柚子醋，然后沾着一起吃。最后那个呢，汤底呢，他就放个拉面下去煮，我都记得。对啊，它的肉到底熟了没有？哦，肉熟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夹的时候连生菜一样一煮，有没有？它是这样，然后放在这边沾着那个吃。但我们现在没有，我们现在就把生菜跟肉夹起来，看它汤底怎么样。哎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清爽感有。然后也这种清爽中带一点牛肉的味道，它是明显，它也不是跟你偷鸡摸狗放什么奶粉啊，没有，它就是还不错哎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如果吃的是比较偏清淡，酱其实就够了。那如果要加酱，你可以放什么？真的柴鱼酱油，然后一点这个日本的柚子醋，好把它拌一拌，然后醋不要多。那你就可以沾着吃，它也会很日系的感觉。虽然它是韩国的，可以。这就麻辣锅了吧？这什么沙爹锅？牛头排这我们是吃过了吗？我们是吃沙茶。哦，这是沙爹啊。哦，沙茶的爸爸，沙爹。沙爹锅，沙爹跟沙茶其实不就一线之隔吗？超香的。香啦，蛮香的啦，说真的。开胃。他就是怕说吃进去之后就是沙茶酱加水啊，香还是蛮香的。是沙茶吗？不一样。还是变沙茶。他说他是用他的沙茶酱。然后这是扁鱼的味道比较重。然后这次如果说，就上一次我们吃到的，我没有恶意哦。上次的牛肉排沙茶酱，我们觉得说啊，怎么沙茶酱加水，好像比较清淡。这个大概加2.5倍浓度。这个我觉得也可以不用。哎，我觉得这次目前试的火锅都还不错，可以不用沾酱就直接吃了。我觉得都还不错。也是比较清淡。我没有哎。他说他是浓汤底。点浓汤底啊。它强调。这个有加水吗？有。一点点。加多少大概300。300。其实说真的啦，这个真空不是真空啊，常温的这个都是要兑水啦。要兑水吗？而且你看哦，明显上面沾了很多，有没有？看得到吗？肉上面沾了很多的这个料，哦，就代表它里面这次料是真的下得足了。也不晓得是他们这次很特意想要做比较浓口一点，比较味道重一点，还是他有听到我们上一次的心声？应该是没有听到我们的心声的。哎，这次还不错，放那个螃蟹在这里面，然后再放点冬粉进去，哦，这个很惊人哦。虾当然也可以，但我觉得螃蟹会很好。哎，这个其实蛮好吃的。哎呦，我们这次的锅底都这么好，越来越进步了。对了，喝汤喝饭。浓哦，我这汤浓哦。大概上次我加1罐，这次大概加3罐。对啊，浓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涮羊肉也很好吃。哎，其实可以跟我互动一下，就一直在看手机，他不理我。沙茶其实我们一般牛肉、羊肉啦，其实沙爹锅台湾人很会，我们这样讲，他讲沙爹锅，其实它就是沙茶，它就是沙茶。但是我们太熟悉了，它原汁你不要加那么多水，拿来做那个叫什么？那个鲜虾粉丝煲，给它穿边边的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稍微把它，其实这样也可以啦，因为你粉丝会吸水嘛，让它吸一吸这样，然后虾子有没有下去先穿一下？因为一般鲜虾粉丝煲虾子要去炸，你不用，要先穿好，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味道已经够足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把虾子先放旁边，然后把蔬菜也放进去，豆芽菜也可以啦，或是什么高丽菜什么，然后冬粉放进去，然后去煮，主要它收汁，冬粉吸饱了汁，有没有？你要把虾子放在一个那个包那个砂锅上面排一排，哇，这个就会很惊人哦。汤底也够好了，哎，怎么办？这个
再留的话我就很多，我们先留好了，好不好？先留，因为不知道下面是怎么样。咖喱瓜，不是，金沙，海鲜煲汤，对，它是你看，君越做的没错，海鲜金沙，所以这是用南瓜吗？还有咸蛋吗？它用南瓜跟咸蛋，这么巧？对，两个都有。南瓜比咸蛋明显，尾端有带一点咸蛋的味道啦，甜甜的吗？也没到甜，但是海鲜味道很足。哦，其实海鲜的高汤说真的，它不是大好就大坏，对不对？咸蛋这几年是非常流行了，哦，那但咸蛋跟这个南瓜其实就一般金沙会用来拿来弄。那你说来跟海鲜做这个，当然也不是新鲜的事啦，但是做汤底稍微少了一点，对不对？那但是海鲜做汤底，刚刚讲的大好大坏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处理的好，那个海鲜的鲜味是很好的；处理不好就会有点腥味。对，目前是没有什么腥味啦。目前还是闻到沙爹的味道。沙爹味道很足啊，没有，我现在在这边南瓜味道很足。你说整个汤给你的感觉，咸蛋味道没有到明显。如果说它上面有那种咸蛋的油浮在上面，哦，那就可能很明显。那这个它就是都南瓜味。它里面的海鲜肉涮的时候，鱼羊鲜嘛，让这个肉多了一个甜味，它不至于抢到肉的肉味，但是海鲜味道是重的哦。煮面你要煮那个啦，那个金瓜米粉煮汤的有没有？用它啦，简单就好了，没金龟啊啦，对不对？蟹黄豆腐没有，这太重。太重。汤这样子做成那个金瓜米粉，你做成汤版的，放一点那个油葱啊，然后放一点那个鲔鱼罐头进去，对不对？它就很内陆的。然后香菜再撒一点，葱再撒一点。这个的话，米粉可以放。吃完了之后把米粉放进去，因为你涮了这么多，你汤是不是收的比较少了？米粉先泡水，或者你去买纯米粉也是泡水，稍微泡久一点。把它放进去，小火煮，让米粉吸的这个汤汁有点像浓稠这样子，你可能会很喜欢，因为它的那个我们很喜欢吃金瓜米粉，就会喜欢这个味道。哦，锅底记得不要放饭，也不要放面，也不要放冬粉，可以试试看放米粉，会不错。哦，那如果刚好你身上有一些料，有一些海鲜，就把它放进去，弄一弄，对不对？炒得干干的，搞不好很好吃啊。这猪肚哦，还有什么？虫草哦，这是什么？鱼胶吗？你看，椰子虫草鸡汤，鸡汤啊，这片是什么？这片是椰肉，椰子吗？椰子肉啊，那种好像鱼胶，这东南亚的吗？照理说是吧？谁做的？哦，李锦熙对啊，香港那边的，先喝一口看看。暧昧。对，鸡汤味。不是我们熟悉的味道。那你本来期待说椰子，你希望它有那个椰子的那个甜啊，也没有。对，鸡汤，药膳味。也没有药膳味，你喝一口就知道了。虫草没有到药膳哦，就是你会这样。你们看到你看，你期待一下，对不对？我这样形容没有错吧？就这样，对啊，你一下看，
对不对？你还有一个甜味，它这甜又不是椰子的那一路的甜，然后它有一个咸味，那它又不像鸡汤，又不像椰子做出来的汤，它肉涮一涮之后会变味。就这个味道不是我们熟悉的味道，像刚刚吃的那个，不管是第一个那个韩国的啦，或者是那个沙爹的啦，或者甚至刚刚那个南瓜的，你就可以很明显知道说啊，你有迹可循，可以知道说哦，今年的冬天我就它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不是不好，但你不知道要找谁来吃。用时机不是很清楚。哦，现在有点紧张哈。你说我涮下去之后，它会突然就哇。从 A 变哇。还在 A， 在台湾你要吃到这味道会比较少，所以相对你会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我要喝喝看好，因为我有喝过那个椰子鸡汤，直接用椰子。对，直接水下去煮，可是那个椰子味道很明显啊，它好像没有到很明显。哎，这耐人寻味啊！就喝到第3口的时候，香港味又跑出来。然后试试看啦，因为如果你对香港熟悉的人，你也可以买来试试看。那你来给我们一些建议，因为小的无才啊，这不是年纪老不老的问题，是吃不懂啊。有啦，越喝越有那个样子出来了。好，下一个。最后一个。问来阿酷嘛，恶魔的肉锅，对啊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对，意思吗是什么意？思？看不懂。他用这个浇的这个黑色的麻油，增加它的香气。他说这个违背道德的浓厚，对，通扣之soup。我来看他到底怎么违背道德。对啊。好吃。先喝一口汤好了，看他怎么违背道德。哎呦，颜色很深呢。哦，有香气哦。啊，打妹不行，违背道德。这我很喜欢。真的。这个管他违不违背道德，你就玩嘞。来，我一个人违背道德下地狱不行啊，一定要有人陪啊。这个你也会喜欢。它好，就是有点浓稠。我跟你讲，你喝进去你会很开心。哥哥妹妹的哥哥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违背道德多自然，你看，哦，对不对？尤其是我们刚从3行线回来，这个就是我们很喜欢的那一路。拿来煮拉面而已啊。这煮拉面也好啊，它上面有没有？它可以煮饺子、煮拉面。哦，恶魔的Taki Gyoza Nabe 就是用饺子锅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贝德的拉面，这不便宜吧？这是我们今天里面最便宜的。最便宜的，真假？贝买，赶快去下口。这个我会买。对，而且我跟你说，这个你只要买了之后，在家里面你要煮火锅，有没有？你要说啊，你这个什么汤？哦，这个汤我用豚骨熬了10几个钟头呢，对不对？这很难呢，对不对？我还把黑芝麻，对不对？炒过之后磨成粉，再把它放进去，所以你看上面有点黑黑的这样。我看这个惊人。它还可以吃，因为它拿来当火锅，我觉得好像有点。哦。该怎么弄就这样弄就好了啦，怎么弄？该怎么弄？我各涮面给你们吃。就梅花猪就好了啦。棉花猪它就像叉烧。我跟你说，是有需要弄我们才跟人讲要弄，不用需要弄就这样弄。越简单越。对啊。这不是背德啊，对我来说这叫德高望重。我觉得这一次的冬天，
每一家都把他们的压箱宝都拿出来，明显的啦，我觉得，就像做这个拌面呐、你看手一直过来看，就像那个拌面也好啦，或者是泡面或干嘛，每一年都在进步，有一些东西固定会留下来，但有一些东西它一直不断的进步，不断的进步。那今年因为去年我们有不让被查过了，你跟观众讲啊，你趁热吃啊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我吞，好吧？不要辜负你帮我们看。好吃哦，我真的不用沾任何东西。不用，真不用，真不用。讲嘛，还有肉吗？没有，我这要给摄影师他们吃啊，不然这次LeBron James 都没有出镜，他怕他下次不来了。最近要退休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要认真啊，要去思考你的下一步人生的道路啊。吃一片就好了，你不要这个，对吧？好吃哦，对不对？没有沾任何东西。没有沾任何东西。本来就有带甜味。你喝那个汤不错。汤很厉害哦。哦，可以。可以哈，你这个贝德的家伙，可以。对不对？跨年就靠它了。原来跨年就靠它。觉得这可以要你要收要快哦，因为我会大量去收它哦。哇，哎，这个哎太过瘾了吧？我会想好煮面，帅哦！想煮面啊？面跟着它跟着那个汤一起这样。对啊，我现在去买你煮面。我觉得真的，我觉得今年明显吃到的火锅汤底，跟去年比较起来，我觉得今年进步非常多。几乎换掉一批耶。嗯，因为去买跟上次去买不一样啊。几乎啊。因为今年我觉得最主要是今年的汤底跟去年不太一样。去年比如说麻辣锅，每个都会麻辣锅。今年哎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做出来不同的汤底，但重点是今年的目标就是方向很明确。好比说哦，我走韩式的，它不会嬉皮笑脸的韩式吃起来像台式或是马来西亚式，没有，韩就韩式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沙爹有没有？沙茶赢爸爸，沙爹它就非常明显的沙爹。去年的沙茶锅，你甚至会觉得说，哎，好像就是沙茶拌水。今年没有那么简单，明显它方向很确定，对不对？南瓜方向确定，对，每个人有每个人喜欢的味道。这个贝德的，它就是让你吃着贝德会笑，对不对？159块钱，囤。对啊，哇，哎，这个可以囤但这种进口很有可能就一批就没有第二批了。所以更要囤了。好，今年我觉得很开心的是，今年跟大家分享这些汤底的，每一个都各具特色哦，全年都买得到。那你有自己喜欢的，你自己，因为我以为今年他们还会再买麻辣锅底，哎，没有想到他们今年给我试了4样，没有麻辣锅底哦，但这4样样样都精彩哦，这个试试看，尤其我不能这样太帮他了，对啊，先不聊了，我去囤货了。